虽然关键时刻，当川普即将要发布关税答案时，中美两大国应该是剑拔弩张，但是习近平却睽违10年在北京开一个会议，这是中央城市的工作会议，想必一定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想到他竟然在会议当中指示了一件事情，他说饮用水安全必须常抓不懈。我心里想，莫名其妙，饮用水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没有，现在中国的饮用水真的是中国的人民要炸锅了。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浙江跟杭州，这个颜色的水你敢用吗？一查之后，没有想到竟然是粪水，而且不单单只有浙江跟杭州，基本上全中国很多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不只是这几天、这几个月，是好几年的时间了。这好几年的时间，代表中国人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了。所以是从现在我们过去看到什么白纸革命，现在你看到这些水，现在中国要掀起一波饮用水的革命了。对，没错，阳光、空气、水是我们人类需要的3个东西。好，那结果没想到呢，水现在中国变成个问题。为什么水会变成问题？赵伟，你知道吗？中国大陆现在所有人民呢，他们打开他们的水龙头的时候，有人呢接到的是黄色的水，那有人接到的是咖啡色的水，有人接到的是蓝色的水。有人接到是咖啡色水，还有粉红色、绿色、红色一大堆，哪有5颜6色啊？一个水在中国居然是百花齐放，各个地方的水颜色都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呢，引起很多中国网友的这个愤怒，说：怎么连我们喝的水都出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呢，习近平在最近呢举行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啊，时隔10年之后再度举行。那我们讲到，中央城市会议，你可能要说，我们在中美对抗之下，我们要把握什么东西啊？要这个宣布说我们要跟美国一定非常的重要。对，没有，结果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把这个饮用水的安全必须常抓不懈。也就是说，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饮用水，因为最近民怨太多，他已经收到很多情报。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个，我们现在看一下重中之重，就是杭州这一带。杭州我们的杭州现在已经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什么娃哈哈啦，或者说阿里巴巴什么这个地方，中国很多科技业，就他们这些科技业者，他们喝的是什么水？你想，马云他在回到家里面打开水的时候，居然是这种颜色，这种颜色，正好换成是你，你敢喝吗？太吓死人了。对，而且画面里面没有说是什么，对，还有一股很奇妙的味道。对，好，打开水的时候，如果你是说没味道就算了，不只是这样，然后还有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就让你一闻就知道说那是什么水。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吧？好，那除了这个地方，除了这个之外，西安这个地方，西安很重要，为什么？习近平他们老家就在西安啊，就在陕西啊，就西安的书记说什么啊？从我有记忆起来，我们的村的水质就很差，所以你不要怪说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就说，这个如果有人发抖音呢，但是太黑了吧？对，但是如果你有人员发抖音啊，或是发影片，或者说马上就会有人上门说，张兆尔，你不要 po 这个东西。但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跟我们现在水质不好没有关系，我有记忆就是这个样子，想要推卸责任。那你看这个重庆来，天府之国喝的水是蓝色的水啦，蓝色的水。对，然后这个广西的这个宾阳这个地方，他喝的是咖啡色的这个自来水。我们在想说，他家里面居然出了美式咖啡啊？不是，他们家是这个是自来水哈。那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地方，什么顺义这个地方，北京是绿色，然后这个湖南的这个株洲是红色，然后这个山西是粉红色。虽然说，中国大陆真的是什么颜色的水都有的一个状况啊。施总，你看到这个画面，这太吓人了。杭州有人拿这么水质的那一种滤芯，对，然后呢30秒钟，是，我原本以为不敢相信，对，结果你开到最后，太可怕了。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杭州这件事情，因为杭州这件事情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当地民众都是这个所得比较高的哦，有人就有好奇心，就有那种测试精神，他想说，那我就用滤芯，用这个水质的这个滤芯来看，你看它通过这个，你看原本是白色的哦，对，照你看没多久之后，它就完全变成是咖啡色了，太可怕了。也就是说30秒，对，滤芯你看原本是白色哦，你看不断的水过滤之后，几秒钟30秒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好，那他们形容的是什么？这个水，他们说这个很明显有异味，它不止这个颜色，他说有人是什么死鱼烂虾味道等等，你可以想象吗？它类似于死老鼠。然后臭掉了这个螺丝，就螺丝就裸那种恶臭味，然后水有点发灰，然后甚至还有人说像是塑胶燃料这个燃烧，还有氯化带喷的那种农药味，所以等于是很多人都说我闻到不同的味道。
然后甚至还有在里面居住的民众说，哎，我主卧室打开这个水龙头，就整个房间都闻到那个异味。他说我不敢洗澡，也不敢用这个水去煮饭来吃。然后还有人就说打开淋浴间就闻到一个味道，然后好像是个下水道的味道，加一点点化粪池的味道，这是他讲的哦。然后当时已经来不及了，躲开，然后喷了之后完全都是臭的。他的形容是他出来之后，然后连养的猫都让他做出这种埋死的动作，就好像你很臭的感觉。他以为你是死态猫，还是那边剥猫砂的感觉？所以他就说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他就用什么？他们就用这种各式各样的测试。他说你看我用这样测试的这个结果，然后水龙头把这个水龙头滤芯拿掉，然后这样测试，然后你没想到水都是这个样子。照你看这水都是咖啡色黄黄的，这样糟糕。那你知道吗？你看他形容什么？他说这是杭式恒河水，对，用不到太可怕了。用到很多中国网友很喜欢嘲笑印度嘛，就是说，哎，这个你可以自己不吃，然后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吃，这种网络影片一大堆，他们都笑说恒河的水很脏，或者印度的很脏乱。问题是，哎，你现在一模一样，在你们家用水这个样子啊。然后，譬如说他打开这个滤水器，那打开滤水器，他也不敢相信。然后滤水器里面，你看照耳，你看居然是这种东西啊，不明物体啊。你说它的滤芯里面都是这种像虫的这东西，对，他们就通报。那通报来说，当然了，我这样跟你讲啊，通报来说，他们根本不会理你。为什么？他就说这样，官方的通报就是来自这个余杭的自来水的异味。他说初步调查导致异味的原因呢是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他说是藻类厌氧啦，这样一个状况降解产生了这个硫醚类的这个物质啦。那具体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的在查证之中啊。所以官方的说法是这样。但问题是闻那个味道，这个大家无法接受嘛，对不对？然后第一个时间，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去抢水。他们现在民众开始去抢这个水，这个包括说矿泉水啦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他就说抢完来之后，他们就用什么？他们就把很多这个瓶装水都放在他们冰箱或者放在他洗澡的外面。你看，这个是他们洗澡的这个浴盆嘛，外面都是一箱一箱的这个一箱一箱的水，他们只能够这样洗澡。所以呢，现在在这一带。抢最多的水就是来自这个所谓矿泉水，或是这种所谓这个所谓一般外面来的这个水。好，可问题是赵尔，这矿泉水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啊。你说刚刚他们已经怕到买矿泉水，然后你现在说这些水也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说？矿泉水有问题。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就有一个网友就说，哎，你不要以为杭州抽威那个自来水跟你没有关系。他就说了，现在这个余杭那边的这个食品加工厂都没有停工啊，所以就说他们食品加工还会继续出啊。所以你以为只有你吃到吗？没有，我跟他讲为什么？我说这个矿泉水搞不好都有问题。在这个杭州这一带有2家中国最知名的，一家是什么？农夫山泉就在这附近啊。农夫山泉它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粮储基地啊，就在这边生产矿泉水。对，这种矿泉水没有错，你看起来是比较干净，它搞不好是把那些真正你看得到的杂质滤掉，就变成矿泉水啊。还有什么？娃哈哈也在这边啊，娃哈哈也在杭州啊。那你更不用讲，还有什么？你看还有食品公司，什么滋味食品啊，然后恒美食品啊，然后你看杭州这附近的一大堆食品公司，一大堆啊，至少有11家，对，都是大咖的。对，所以我就跟你说，很多中国网友说，哎，你不要以为这个杭州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就讲你的饮用水、山泉水，搞不好都会有问题。好，那不止山泉有问题之后，那你看连这个食品用品里面来说，搞不好会被参加很多这种所谓水，所以我才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全中国会紧张。因为杭州是中国非常重要一个食品加工的重镇，所以现在搞不好会拖累到全中国，搞不好都会吃到这些疑似是粪水啊。好，那我们就跟你讲，因为他们当地人很不爽嘛，我就说杭州人就一定会抗议，然后抗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他们就开始说，哎，这个我们这个通报状况，那给这个尊敬的这个广大用户，那我们就因为了这个此次的水质事件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啊。那我们公司的切换水源呢出现这个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个把这些管线都清好了。那清好，当然我们要赔你们嘛，好，我司将给予7月份每户5吨水费的这个减免啊，5吨。对，那5吨是多少呢？5吨大概折合这个人民币是15块，15块。那15块来说，只赔15块。对，15块乘以5的话就是75块。那75块来说，然后网友就在那边骂，他说：“你看，有人问我给1000块让你吃屎，同意？1000万你吃屎同意吗？那有人问我说，我给你1个亿，你愿意吃屎吗？就给我14.25元，我就吃屎了，就是15块左右。对，他就吃屎。所以他就想，你看网友在抱怨嘛，那网友不止抱怨，就是你给的这个条件太差，就他们开始到这个央视去，哎，想说上央视一定没问题嘛。就被他们发了文章之后，央视就把它进行评论，然后删除并拉黑。
然后就说你要遵守平台的这个规则前提下，跟博主理性的反应跟友善互动。我去反映，结果我被拉黑。于是呢，中国网友就去查，他说类似这种事情来说的话，美国有没有发生过？你要跟美国比，好，那我们就跟美国比嘛。他就说什么？他们去查了，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叫弗林特的这个危机，在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弗林特这个地方呢，当地水受到这个铅还有退伍军人杆菌的污染，然后导致铅中毒嘛，然后有10万名的居民类似铅中毒，然后有6000到12000名的儿童喝了这个水，然后导致12人死亡，87人被感染。现在中国是还没有人死啦，也还没有人这个具体说，我被生病的状况。但是呢，这个地方来说啊，他们最后获赔了6亿美金。6亿美金来说，我们简单的乘以这个30的话，就是获得了180亿台币左右的赔偿。那这些是怎样？每一户是14.5元。所以中国网友、中国受害者很气，是啊，是他们自己找。你那么喜欢拿美国来比，对，人家怎么干，你怎么干？对啊，这差太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就讲嘛，如果你用真的180亿。然后去除以10万人的话，一个人也拿了好几百万啊！这个跟你的补偿差太多了嘛。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差异嘛。那除了这个杭州的水的问题之外，正好人家现在被人家踢爆说。因为这一次现在的最新的消息是说，他们检测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大肠杆菌，我们知道会有大肠杆菌来说，大部分可能就是跟人体排泄物或多或少的关系了。好，那现在的大肠杆菌，你看已经飙到多少？飙到1万多啊！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都是1万多、16000、4万、11800，然后2万8、2万4，这个都完全超标。可问题是，好，你现在超标，那当然是现在的问题。可问题人家就说没有，早就已经变质。你看5月的时候，你仔细看，7300、7800，然后这未检出，然后6500，这里面已经很多都已经超过标准了，标准值都已经超过非常多了。超过非常多的时候，结果你没想到，你当时就已经略微超标，现在超标的更加夸张。所以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你看到情况通报，我们刚刚讲是因为藻类吗？对，现在出手了，警察出手，他说对于粪水的网络谣言，警方已经依法查处。是，你在讲什么粪水？没有这件事情。对，结果出大事了，大核爆是。马上就说原水5月份大肠杆菌涨到730倍，对啊，带头造反了。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嘛，你看你不能够讲这个粪水，但是没想人家就说好啦，我们不要讲粪水。我觉得他也没有讲粪水啦，他就直接跟你讲就是大肠杆菌超标嘛。那大肠杆菌是什么原因？大家可能都心里有数嘛，就是这样。好，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就是这样。好，那我就讲，现在中国网友真的完全都是这个炸翻天。为什么他们炸翻天呢？你知道？很多人质疑说，这个事情不是发生过第一次，很多人都回想到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这在2020年7月的时候，杭州西湖区有一个国营的这个所谓厨余公司，然后他怎么厂？他把这个水呢，就排到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河水里面去，那排到河水里面去，然后你看，这原本是水质变化之前，这是水质变化之后，就变成这样，然后他们就投诉。因为导致当地的鱼虾都死掉。你看原本的河水是这样，那现在变成是这样，大家当然骂翻天嘛。好，骂翻天之后，结果赵恒你知道吗？好啊，那你既然抱怨我这个污水排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河水里面是有问题的，好，就赵恒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居然把这个水管改到什么地方？改到接到自来水管里面去。他太狠了吧？对啊。他就这样、你抱怨我让你真的喝这些污水，他就真的中了就有人喝了嘛。喝了之后，很多人就开始，你看，就有腹泻啦，然后皮疹啊，然后还有小孩，不是太恶心了吧？对，然后淋巴炎啊，然后全村大概有1600个人喝了这么多水啊。然后你看，很多人就说，我最近拉肚子，皮肤痒。对，然后我们全家肚子是隐隐作痛，皮肤都是一颗一颗小小的豆子一样东西。那我小孩也是这样，屁股长了非常多红点。大家想说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才被他发现说，原来你搞这个飞机啊！你搞这个飞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去这个维权抗议嘛。就抗议之后，你看那些维权的人都被抓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是这个肇事叫做这个双浦的易腐垃圾的这个资源化学处理中心，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国营事业。所以，中国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一次，那为什么大家这一次呢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旧事重发？好，就是这样，因为这是2020年发生的地点在这边哈，在杭州附近哈。那这次发生的是在余杭区这个地方哈，就没想到2个距35公里，所以我就讲，现在在中国大陆现在弥漫了什么水的问题。
你如果让我这个没有水喝的时候，我觉得人民势必会真的对你的执政当局相当的不满。玉凤，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可能会有变成叫自来水的革命。习近平越在意的事情，越出非常多的包。你看到哦，过去习近平对于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做出重要的指示，他说什么？坚决反对劳民伤财，搞形式摆样子，一年接着一年干，真正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实事办实。结果2021才下达重要指示，现在就出大事。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边发表过指示，要实事办实。可是你知道吗？在很多农民村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想要上个干净的厕所，还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艰难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公共厕所不是 for you 的。我们一直觉得说公共厕所是 for public 的，不是。你看哦，噔，上面都是有上锁的。然后呢，你进去看，透过窗户看。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然后呢，这个瓷砖发白哦，大家的公德心好好哦。其实不是，因为都没有人在使用。你看一下，不给用。对，现在来讲的话，央视就来做了，见而不用，见后施管，什么意思？拿了很多政府的一些预算，然后呢去盖公厕，盖公厕之后呢，农民发现有需要的时候跑去叮叮当当的，竟然都是上锁的。所以这些公厕是什么时候来使用的呢？当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呢，才能够打开；当有电视台来的时候呢，不但能够拍摄哦，还可以告诉你说，你看我们都是怎么样来整洁的。所以当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来说就是摆设；当你要使用的时候呢，你不行，因为上面有锁。那你要去哪里用洗手间呢？你看这个。还是一样，在农地旁边的旱厕，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公共厕所吗？因为公共厕所可以冲水。过去来讲的话，很多卫生问题就是因为在农村的旁边，它是用旱厕，所以呢，你看起来好像是有厕所，可是它的厕所跟你我想象的冲水可以把一些排泄物给冲掉是不一样的。这个画面跟刚刚的公共厕所也差太多了。对，你花了这么多钱，结果你现在还在用这种旱厕。对，可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因为这些锁把公共厕所、新式的公共厕所给锁住了，所以他们都要用旱厕。用旱厕的话，你就会变成说你有一些掏粪的问题，还有时间到要整理的问题。那大家就是想嘛，那这些公厕是谁做的呢？其实公厕也是拿政府的预算来做的。那既然拿政府的预算来做，为什么大家不能用？对，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好，那重点来了。重点就是说，这些公共厕所它是要来拿预算，然后来摆拍用的。如果你们去使用了，那脏了怎么办？等到领导要来的时候呢，那可以用吗？那是不可以用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都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公厕才会开放。所以呢，甚至有些人就开始去抱怨了，说：“你们这样子也太过分了吧？你看这上面这4个字什么字？公共厕所啊，都已经写上公共厕所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呢？哦，你不觉得这个问到核心了吗？而且夸张的这样，他是直接上锁，有必要怕大家闯进去吗？对，所以他上的是密码锁。好，那重点来了，人家就告诉你说这上面写的公共厕所，那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用？如果是我会觉得那我就说不清楚了嘛啊，那不好意思，那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开放好不好？他们还可以解释，他说公共厕所不是我们贴的，是当初的这些承办单位他们自己去用的。所以呢，还可以甩锅哦，然后就说什么时候用？有，当他们的单位你知道吗？他们办给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去用。可是呢，当有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办一些宴席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部分开放而已哦，就是你要只有几个小便斗可以开放而已。那为什么呢？他们还是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怕你们用后就脏了，所以你知道公共厕所都会有什么情况呢？这个人也太扯，直接过去，我以为他要去清理厕所，没有。他直接过去把它锁起来。对，我们刚刚看到太多每个公厕锁完之后，撑着雨伞就走人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因为他们需要说给领导来的时候可以最完美的公厕。你看这个福州的，你知道吗？它建成了几年？7年呢。我真的觉得很离奇，不给用7年就不可以用。然后呢，你不是说你知道前面我们还讲说你有密码可以用，前面还告诉你有钥匙可以用，这个是没有，这个就是直接不给你用。然后不给用的情况之下，你想想看哦，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见后不管？你7年不使用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有办法进去里面做清洁、做消毒吗？不行。然后呢，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人在使用，最后就是谁在用，就是垃圾。垃圾就会进来，所以呢，他们现在宁愿
把这个做出来，然后很漂亮的，然后呢剪彩，然后开幕，然后给电视台拍，拍完之后呢上锁，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不给你用。那还有另外一种，这种是属于僵尸公厕，什么意思？就像僵尸一样，你知道吗？僵尸公厕哦，只有外表。什么叫僵尸？当你看那个阴尸路的时候呢，它就有个样子，可是它是没有内容的，它是没有意识的。这个僵尸公厕一样，你看起来有没有4个大字公共厕所？有没有门？有门。有没有外表？有外表。可是呢，里面东西都没有通电，没有接水，没有通电，什么意思？它就是给你啊。对，因为这样的话是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要几个公厕都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只要盖一个门，然后呢，只要弄一个外表，你就有公厕啦。可是里面真正的是内装嘛？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在讨论习近平他的领导权力到底有没有办法扎实。那接下来讲的话，如果连厕所这件事情，2021年都已经交办了，然后呢叫你实办办实，你现在连厕所都给我搞面子工程，甚至呢现在还有什么厕所革命，挂上锁，锁住的是明星，里面讲什么意思？告诉你说呢，改变之道，守在斩断形势的铁锁。结果这个不是形式的铁锁，这个是物理上的，又有密码锁，又有铁锁，你知道吗？现在来讲的话，告诉你，本质不是瓷砖是否光洁，而是在让每个普通农民不必奔向100米外的旱厕、小厕所、大明星，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答案纸上，百姓获得感远比领导的满意度更有分量。讲得漂不漂亮？讲的是很漂亮，可是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你现在看到这些影片来讲的话，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2025年7月快走到底了。这些农村来讲的话，农民他们上的是什么？上的还是旱厕。所以呢，现在来说的话，用官媒再来一次，告诉你说，改革发展必须坚决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其实也都是过去讲过的话都是一样嘛。你看，你要跟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来共享。可是现在来说，对人民来说，他们就是不想要再上旱厕，所以习近平的话没有人听，他快气死了。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能不能再做一次改革？我觉得必须要再做一次改革。可是改革有没有效？你就看看这些面子工程有没有机会把锁给打开。廷伟，刚刚我们提到习近平因为水的事情快气炸，饮用水你搞成那个样子，结果你的公厕，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讲，你搞成那样子，他真的气到怎么样？你看到他说，我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要解决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问题，防止出现什么？这一句话是重点。他说拍胸脯、拍脑瓜、拍屁股的3拍干部，他下了最后通牒，你们不要再骗我了。但是习近平现在已经上台10几年了，10几年难道现在被骗了？难道现在才发现吗？其实说真的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状况他说有些干部基本上你跟他讲事情的时候，他就拍胸脯保证，这是第一拍。对第二拍是什么？结果拍他脑袋来讲的话，乱决策。他都没想过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随便拍一拍头脑，然后就做出奇怪的决策第3拍是什么拍呢？就拍拍屁股走人，不管了，留下烂摊子，这个叫3拍干部啊。所以他也发现到说，很多地方、很多城市的治理都是3拍干部那特别是中国大陆很多这种所谓的烂尾楼或者是很奇怪的工程有些奇怪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在山西的清源县那个县府大楼旁边来讲，要竟然种那个所谓的椰子树要不讲椰子树通常是种在那个热带地区对，结果你在华北地区，你在种椰子树干什么？后来种完之后，马上要把它拆掉。还有一件事情去盖关公，关公这个1.7亿人民币盖关公，结果也要把它拆掉。还有广州的白云区也曾经盖过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7栋建筑物，盖完之后80天盖完之后，结果全部拆掉。这干嘛？消化预算嘛，就上面有预算要建东西，然后我底下要搞 GDP， 所以呢就把它东西建一建之后连夜又把它拆掉。为什么？也怕上面的看到。所以这什么事情呢？都是所谓的3拍干部那习近平自己有没有？当然也有嘛，习近平也有。雄安新区不就是他自己要讲的东西吗？你看到雄安新区现在搞成什么样子？餐厅来讲的话，完全没有客人然后你看这个雄安新区的商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中国现在搞形式主义来创造所谓的 GDP 都很奇怪。那习近平发生这个问题，难道是这个本身来讲的话，他难道不知道吗？其实说真的，你看以前
康熙皇帝啊、雍正皇帝啊，还有甚至乾隆皇帝底下来讲的话，一大堆的全部跟他讲谎话。那难道他没有发现到吗？事实上他自己可能也心知肚明。啊，有时候呢，你还不得不给这些干部哦上下其手的机会、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但是有些事情他绝对没办法容忍的，就是所谓的对他忠诚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讲，解放军的体系哦非常奇怪哈。现在来讲，解放军报当中了，就明摆的指出，要所谓的建立起政治干部的形象威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些日子不是苗华被整了吗？苗华不见了吗？啊，苗华是专门管什么的？就是管这个所谓的政治工作的。那现在如果连政治工作你要从事去监督别人的，自己都出事情了，那你又怎么去说服别人来遵守这个纪律呢？所以现在的解放军报大拉了就讲出来啊，现在这个政工干部来讲的话，政治干部来讲，要重新塑造你的威信，那就显然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政治干部没有威信嘛，没有威信来讲的话，现在内部状况，解放军内部状况的忠诚的确是个问题。另外来讲，李强、蔡奇跟丁薛祥这三个似乎都已经在蠢蠢欲动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算是对他比较忠诚的哦。对。那有可能哦，外媒都在评估说，这三位是不是有可能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人哦？那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传闻说习近平8月会下台，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习近平啊，可能开始在寻找所谓的太子，就是以后是未来的东宫太子，可能在8月的时候会即将成型。国正，我们刚刚提到中国是什么？面子工程非常重要。我盖起来，我拆掉；我盖起来，我要拆掉。面子工程，习近平很担心。还有一个人非常担心，这个人是谁？是川普。我不能跟你一样啊，习老弟。你看到这一本书《富士坑》，这本书在讲什么？他说我们绝对不要像中国一样去搞这些东西，搞到最后会出大事的。所以现在美国正希望中国供应链搬回去美国去嘛，复兴美国制造业。所以他最怕的就是什么？日本有富士山，不要在美国再留下富士坑了。所以《纽约时报》的记者叫劳伦斯·塔巴克，他就去花了几年的时间，从2017年开始去深挖富士康在威州的威斯康星州，为什么本来说好要有1.3万的投资工作机会，现在只变成1435个，把整个案子给还原清楚，去研究说到底哪些是中国式的投资陷阱？美国供应链中国供应链如果到美国投资，有哪些困难？其实是比你想象中更复杂了。所以他就去访问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史兆威，就很明显的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威斯康星州富士康这个动工典礼就是中国式的面子工程，就是面子工程，其实就是先把大计划讲得非常大，但是中国官员都是这样，且看且走，摸着石头过河。但美国官员不一样，史兆威就说，美国官员都以为这有 SOP， 像是规划一个行程，是每分每秒都要规划详详细细，但中国不是这样的，先把梦说很大，但是走到哪里要看实际的状况再决定嘛。这就是美国最想了解，为什么中国打造这些聚落。大基金2兆为什么都不会成功？美国如何避开这个坑？那薛中志讲，这个是台积电以前采购经理，叫做薛中志，他后来被挖去紫光当副总经理、副总裁。你知道大陆当初给的薪水有多少吗？直接给100万美金，有司机有秘书，然后你回台湾还有商务舱，结果他去了2年就离开了，因为2兆不管是几兆的大基金、几兆的钱。在中国都离不开贪腐，整个公司充满贪腐。他一去就发现，你采购主管怎么都指定供应商，结果发现这些指定供应商的是他的女朋友赵伟国的女朋友，还有朋友都在指定供应商来供货给紫光，然后违反招标的制度。然后他有一次还发现一件事情，买一个叫 KLA 的量测机，高于市场行情，他一通电话砍了几百万美金，你才知道他女朋友赵伟国女朋友跟他的朋友。都跟在采购商里面收到很多的回扣，一通电话可以砍数百万美金，这可以贪多少啊？所以他就告诉赵伟国说，你要防止贪腐啊，要让人不贪，必须要给合理的薪水。接着你要把台积电的管理文化带进来，包括道德条款跟流程设计。把这个带进来，把台积电的制度带进来，但是赵伟国虽然嘴巴说，我会支持你大谈合规，结果实际上却走另外一条路，你要做紫光的生意，继续干一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先去他们盖的楼盘，就是他们房地产买2套楼，结果物业的主管是赵伟国自己的女朋友，这就是利益绑桩，这变相回扣吧？你买的房子，结果物业要给赵伟国的女朋友去管，去给他赚钱，然后接下来有一次要并购一家公司。
薛中志估价是9亿，结果他们花了21亿，你拿了12亿出去，差价没有人问，他们根本不是要做的事，是借国家的手在捞钱。所以他有一次来问赵伟国，国家投资你这么多，利息这么高，你怎么前5年不可能赚钱？结果赵伟国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你不要还这笔钱就不会紧张，你就睡得着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要还的。所以这就是美国一直在说中国不公平竞争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成本，拿国家的钱，拿习近平的在花嘛。所以赵伟国最后讲一句话，让薛中志死了这条心，决定要回台湾，就是他说这就是一块唐僧肉，今天我不贪我不拿，明天有林伟国、张伟国来拿，所以大家都要做什么？贪习近平的钱，贪中国政府的钱呐，所以整个中国半导体为什么做不起来？制度出问题，都是贪。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要写这本书，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不要踩入同样的一个坑。刘轩，我们刚刚除了知道水就出问题之外，公厕出问题之外，现在中国更气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看到那个画面，这明明就是一个相关的救护车跟消防车到，结果，这群人是谁啊？这么大的权力啊！看到车子，人家要去救护、去救援，死都不让的。赵而这群人呢，是一群我们讲的在健身的老人，横行霸道。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领队的拿着一个旗子，但后面的数以百计的红衣白裤的团体呢，他们怎么样？当救护车他们要定点到达他工作的位置，对，以及消防车要定点到他工作位置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他们干嘛？不动如山。八风吹不动，理都不理你，为什么？因为老子老娘在健走，你完全拿他没办法。对他我要怎么走就怎么走，他有他既定的目标，有他既定的路线，有他既定的方向，而且呢，只要挡在他前方的人，不管你是神，不管你是鬼，他不会把你杀掉，我打死不让，打死不让，打死不退，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就直接给你卡在这边，所以呢，他已经造成中国广大的社会问题了。来，这是在7月15号发生的事情。而在中国呢，称呼这些团体叫做老年暴走团。老年暴走团，对，为什么呢？消防队来，那看救护车先开过去哦，本来想要弄哦，对不对？就老年呢一动也不动，来随便你有种你还 over my dead body， 就救护车也吓到了嘛，对不对？完全不敢往前进，然后消防车也在后面，完全不敢往前进，因为你知道老人暴走团怎么说吗？他说：我们当然不用让他们路啊，为什么不用让？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备勤状态啊。可不是在执勤啊！你没在执勤啊，没火灾啊，没火灾，我没必要让你啊！认知差太多了吧？对啊，而且是执行任务哪来的备勤啊？对啊，那一般我们讲老百姓遇到这种消防车、救护车，他会怎么样？马上散开嘛，对不对？对。他说我们才不管你，而且你知道，他们还取得胜利哦。这就是他们的团体，老人暴走团，叫做在路上徒步登山户外俱乐部。他说 ，everyone， 所有人。因为某些人的幕后操控，我们2000多人的团体彼此互相信任跟帮助。他说他们在那边挡救护车、挡消防车，叫做互相信任跟帮助。这些广大网友、网红精心策划，我们队员都把它当作笑话了，笑你们。但赵尔，你以为你想要加入这个团体很简单吗 ？No， 这是一门生意。这个团体是生意，他的名这个暴走团是生意。对啊，他要跟你讲他干嘛？健康嘛，对，运动嘛，赚钱嘛，就大家一起来健走嘛？不对。因为你进去1年呢，你要缴480块人民币的会费。对，你要缴了才可以进去。你有没有看到这大马路哦？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马路总共这些车子等这些人等多久吗？等了3个红绿灯，等了3个红绿灯等他们，而且强迫行销，为什么？他可能背上就有那个广告 logo， 对，他走过去，然后你就被迫要看那个广告。他说他也慢慢走。就慢慢走，反正然后你可能看1个红绿灯，看2个红绿灯，甚至是呢有人直接干嘛，在街上开始跟小僵尸一样，就这样横行无阻、横行霸道。那前面有穿制服的是比较高阶的会员，后面没穿制服的是你还要再多缴一点钱，代表你钱缴的不够多，甚至干嘛更可怕的是，他连机车车道都跟你走了。来，你现在看到的照有没有看到？跟刚才不太一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这是遍体暴走团。遍体暴走。你有没有看过《进击的巨人》？骑行种。这就骑行走，有没有？走路会那边内八字那种骑行走，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那种很奇怪的。这个你看到更恶心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走路啊，老哥啊，你只在原地而已，好不好？有了，他慢慢的向前移动。但更可恶的是有些商家是不是把一些招牌放在路上？对。那你知道这些老人暴走团走过去会干嘛吗？他走过去，来，怎么踹他一脚？踢毽子，根本没有挡他的路，但他就是看他不爽。而且你看你仔细看，他们是不是有穿制服？对，白色的是最高规格的会员，后面2个大妈有没有穿红色的？代表有敲锣打鼓的资格，敲锣的是第2等级，打鼓的是第3等级。
缴的钱都不一样，所以这是有分层次的。你有没有觉得开始越来越像多层次行销了？但最可怜的还是一个脚踏车。你看到这脚踏车被他那个暴走团推走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中间的老人多么无助？很像在暴风雨里面呢，感觉我们讲完全无依无靠，完全不能去挡他的路哦。对啊，而且你看到那个老人被吓坏了，有没有看到？你一挡路，我就是杀，我就推哦。见车刹车，我们讲的见人推人，反正看到什么就推。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是赚钱？来，各位，我刚才帮你们介绍。首先，他身上这件衣服，你呢必须要我们讲的2000块人民币才有办法去买到整套的团服，从上衣到帽子呢，到他的裤子要2000块人民币。所以他们说，像这种我们讲千人暴走团，对不对？年收入超过200万人民币，而且呢，它成本根本没那么高，毛利率呢堪比台积电60%，太厉害了。对，而且呢，重点是说呢，你穿了这个衣服之后，你不是只要穿就好，这个衣服上面都会拉 logo。比如说呢，像你看啊，这个旗帜就是什么插领，有没有？就是这种赞助商广告。那每一次展示呢，就是暴走团出去走一次呢，可以赚几千块的我们讲的这种流量。而他们说这个叫做流量资产，因为这些暴走团呢都会在那边线上打卡啊，po他的朋友圈啊，po微信等等的。所以他说我们这是高活跃的英法用户，一条龙的广告报价。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有拉老鼠会。也就是说，我今天参加暴走团，对不对？你不是参加就好了，你参加之后呢，你想要更高级，除了多缴钱之外，你要干嘛？你要拉人，这不就是你刚刚讲的多层次行销吗？对对对，比如说我是这是老鼠会啦。比如说我是这个大妈 A 嘛，对不对？那我突然间想要拉这个大妈 B 跟 C 来，那我就可以从里面呢拿我们讲的大概我们讲抽成 commission 大概20%、30%等等的，然后可以拿抓下线。那你抓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像这个我们讲昂首阔步在旁边的领队的女性，成为是呢我们讲的领导人，而且分3级。不只是这样子哦，会费也分很多等级。比如说有10块钱的会费，那你就可能不能穿制服，你这只能走在后面。500块的年费呢，你就可以敲锣打鼓。1980的呢，你就可以像我们讲这个女领队一样，在前面呢拿着旗子摇旗呐喊。所以你知道吗？这在中国已经产生很多现象跟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光一个人，比如说1年哈，他赚一个会员，就你跟他一起走路，他都跟你讲我是为了健康。就可以赚5000块人民币，甚至是呢，有人说他看到他妈妈呢，突然间花了我们讲1万块买团服，然后呢，里面写什么健康投资，他说为了健康，他们都会打一个大旗，就是为了健康，你必须走，你不能停，你停下来你就不健康了，必须去走。你知道他甚至这个团体说为什么他们挡救护车，你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挡了才可以多活几个月的生命。如果我们讲什么东西啊？如果我们为了那个救护车往旁边退一步了，没有运动到，没有按照队形走，我们就少了几个月的生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